阴阳师起源于中国的阴阳家，乃是奉行阴阳五行之人，通晓灾异风水，可观星宿人面，施展各种奇门法术。其中最为奇特的禁术当属弑神令，能与妖物缔结主从契约，称之为弑神，与主人同生共死，绝不背叛。阴阳师行五行之道术，守人妖分际，而阴阳师聚集修炼伏妖之地，则称为阴阳寮。上古年间，人妖原本和谐共存，却有蛇身九头者，名为相柳，自称妖皇，蛊惑众妖，肆虐人间。幸有阴阳师锻造神器涂山剑，斩杀相柳，并放逐众妖。从此人妖各为一界，再无互通。若有妖物跨界，则会被阴阳师收服封印。而相柳虽死，却留有余念，残留妖力化为临时结晶，被封印于阴阳寮，世代守护。至100年之后，这一带的阴阳寮却发生内乱，封印之处横尸遍地，唯有弟子秦明安然无恙，声称大师兄慈木遇害。长老认定此番祸乱皆是秦明所为，秦明自知有口难辩，只能施展瞬移术逃脱。转眼7年已过，这日金无畏正押送皇贡前往平京城，却遭到怪物袭击，拦住去路。此物黑衣白面，甚是骇人。金无畏、袁博雅与之激斗，却发现对方只是3只莲幼假扮，正欲再度出手时，被人施法阻拦。来者正是当年的秦明，念咒施法令袁博雅寸步难行，指使手下群妖肆意搜刮，带着劫走的皇贡扬长而去，只留下一张符咒落到袁博雅手中。自7年前逃离阴阳寮后，秦明四处收留流落人界的妖物，缔结弑神令，将他们收为弑神，建造一处世外桃源，就此隐居。也就在这一夜，有妖物鸦天狗潜入阴阳寮，制造混乱，吸引一众阴阳师注意，闯入封印之地，就要抢夺灵石。哪怕掌案百尼反应极快，重新施法封印，灵石依旧落入对方手中。旋即百尼射出破魔之矢，一箭将远处的鸦天狗射伤。鸦天狗刚好落在秦明隐居之地，灵石却被3只莲幼抢走。此时众多阴阳师赶来，见灵石被莲幼所得，就要施法抢回。许是过于贪图宝物，莲幼将灵石生生吞下，很快便生出不适。另外2兄弟就要偷偷将他带回去，却还是被秦明当场发现。秦明正欲查看时，却被一股妖力侵蚀，心神被拉入一片虚无之地。这里是临时力量所化，相柳的灵魂依旧存活其中。待秦明心神回归身体，立刻施法将莲幼封印。知晓事情严重的他，就要前往妖域寻找应对之法。而另一边，袁博雅因丢失皇贡被停职查办，上司勒令他3日内将其寻回。而秦明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只有在妖域才会现身。袁博雅准备前往妖域，途中偶遇少女神乐，而想要进入妖域，若无妖族血脉，便只能凭借阴阳师符咒。恰好袁博雅身上就有秦明遗留的符咒，他便带着神乐一路穿山越水，终于来到妖域入口处。神乐将符咒要来，借此施展半吊子的法术，却还真的令入口石像燃起火焰。浓雾之中，一道界桥横跨2界，一个妖域大世界在对岸显现而出。妖域之中颇为繁华，各种魑魅魍魉穿行其间。2人果然在此见到了秦明。秦明随手施法，在袁博雅身上下了弑神令，成功摆脱2人纠缠。妖域如今由商人海方主掌管。当年神器涂山剑斩杀相柳后，海方主向阴阳寮投诚，借此将涂山剑掌控手中。秦明此行目的也正是此剑。眼看海方主还在跟他耍滑头，秦明当即施法，用满屋宝物作为威胁，还将袁博雅2人当作筹码卖了出去。而他也见到了封印100年的涂山剑，正欲带走时，却察觉已被人盯上。来者正是阴阳寮。秦明用遁地术脱离房间，施法化为结界，就要摆脱追兵，却不想百尼前来，法杖一点，轻松破解结界。回想起2人初入阴阳寮修炼的时候，因秦明本身实为人妖混血，拥有极为罕见的半妖血脉，不仅受到他人的歧视，还经常遭遇相柳的蛊惑，一时间暴力震伤大师兄慈木。幸好被其以护身咒稳定心神，才得以清醒。为了安慰秦明，百尼还用一个手环作为他向他施下弑神令的信物，只要有此物在，他便是秦明的心归之处。是以他虽迫于责任追捕秦明，却始终不愿相信他已经堕落为恶。心知百尼实力与他不相上下，秦明施展幻术与之周旋，百尼则以法杖感应到他的位置，施展操巫术穿过层层阻碍，破解了幻术。随后穷追不舍，击飞涂山剑，便在这斗技场上空，2人隔空施法争夺涂山剑。
剑河却经不住两人法力，当场碎裂。涂山剑刚好被袁博雅所得，两人借此逃离斗技场。秦明也随后赶至，阴阳寮还想背后偷袭他，百拟施法为他挡下，可仓促施法还是被暗器所伤。秦明怒极挥扇，击退一众阴阳师，施展瞬移术带着几人离去。在隐居之所，秦明以法术为百拟疗伤后，却发现他依然带着曾经他逃出时遗落的手环。待百拟苏醒之后，秦明讲出当年内情。7年前，他与大师兄慈木轮流看守封印之地，却不料相柳的恶灵躁动骤然猛烈。等他赶到之时，只见满地皆是弟子尸首，更是撞见了本应该被封印的雪女。雪女操纵风雪向他袭来，秦明下意识反击，却意外将对方丢来的慈木击杀。如此，他才被误解，无奈离开。哪知此时临时妖力躁动，向来铁憨憨的袁博雅当场揭开封印，莲佑已经彻底被临时的妖力侵蚀。秦明无奈之下，只能以涂山剑帮他解脱。百拟却不忘职责，动用法术带着临时离去，却并未回到阴阳寮。此时一颗雪球飞来，骤然爆开，将方圆数里化作风雪之地。当年破风作乱的雪女现身袭来，作为一个法术点满的反派角色，没想到近战方面也颇为精通。百拟身上有伤，实力大减，危急之时，秦明及时现身挡下雪女。百拟这才明白错怪了他。之后，秦明追逐雪女而去，却未发现一个黑袍人正渐渐向百拟逼近。秦明执意了断7年前的恩怨，涂山剑在手，斩杀雪女自然是手到擒来。未料对方临死前竟说出了背后主人的名字慈木。与此同时，黑袍人露出真容，竟是本该早已死去的慈木。原是曾经他被秦明误伤，弱小的秦明尚且有如此力量，若是能将临时据为己有，岂不是能压服天下？一念成魔，贪图力量的慈木将雪女解封收为仆从，解开临时封印，但因人族难以承受相柳妖力，只能断手求生。等秦明赶来与雪女交手时，以弟子尸身瞒天过海，自己带着雪女离去。随后，慈木将临时取走，将其融入自己体内，很快便被妖力侵蚀，化身为妖。曾经的断手也变为巨型魔掌。接着，慈木前往妖域，如今整个妖域都要匍匐在他的掌下，以自身妖力操控所有妖物，打开2界通道，即将大举进犯人界。秦明隐居之所，众式神知晓群妖即将入侵平京城，烧毁庭院，断绝退路，前往2界界桥抵挡入侵。几个鼠妖欲啃噬断掉桥界，桃妖则化出真身，以身作防线，挡住这必经之地。众式神英勇作战，绝不让一只妖物突破防线。却见对岸慈木悠悠前来，秦明也不敌他的力量而落败，被其随手丢弃，落下万丈深渊。群妖正要闯过界桥，哪知鼠妖已将界桥摧毁，而秦明再次被拉入虚无之地。相柳声称慈木不过是他选中的棋子，他的目的从来只有秦明，只有秦明的血脉才能让他真正复生。如今想要击败慈木救所有人，便只有与他合体。秦明不甘做傀儡奴仆，他宁愿反念护身咒令自身消散，若他身死，相柳也会就此沉沦。两相胁迫下，反而逼得相柳臣服，任他为主。为了拯救苍生万民，他以弑神令将相柳化为弑神，却也继承了他所有的恶业，就此一朝白发，断情绝爱。得到相柳妖力的秦明实力大增，随意一击便令慈木感到压力。两人的每一次碰撞，余波都会穿荡四方。稍息，慈木驱使断手轰来，秦明飞身一掠而过，于禁直指慈木，瞬息洞穿其躯体。慈木君临天下的美梦破灭，就此化为飞灰。看着前来劝他回归的白拟，秦明随手将临时摧毁。如今与相柳缔结契约，他已是妖界共主，曾经身为人的情感也一并消散，是以他解除了所有世神的契约，正如那断裂的界桥一般，再难接续，他已无法再回头。从此百姓安居乐业，人界再无妖邪作祟，只是无人知晓之地，还会有一道蓝衣白发的身影，依旧在默默注视着世间。